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应美方邀请，9月18号至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会见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此次中美军方高层举行面对面会谈，传递出哪些信号？两位战区主官又围绕哪些热点议题重点讨论？来看报道。 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会见时，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另据此次会议官网释放的消息，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强调了美中军方之间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以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并肯定了此次会议是推进落实中美元首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作出的恢复中美军方高层沟通的承诺。 参会期间，吴亚楠还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参会代表进行双边会见或互动交流。有分析指，在当前中非两国因南海争议关系紧张之际，中非两军将领进行互动，说明双方有意愿保持沟通渠道，防止误解误判。 中美两军的关系最好的时候，远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自从佩洛西窜台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两军的关系急剧降到谷底，使之进入接近一种所谓结冰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讲。那么，自从中美关系改善，我们想看到逐步开始向正常方向发展，这种方向转换之后，那么两军的关系也迅速的 逐步恢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上将访问夏威夷参加这个活动，是两军关系的一种缓和的象征，一种标志。在战区这样的层面上，那么对这些问题阐明一些双方的这些做法，这样呢有助于避免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方连续2年出席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去年8月12号到18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林率团赴斐济出席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访问斐济。期间与时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举行会谈。这也被视为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中方宣布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以及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反制措施后，中美为恢复军事交流所做的一次努力。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达成共识，双方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去年12月以来，中美两军各层级互动持续展开。本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这也标志着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提出的4项两军交流合作机制全部恢复。 对于两军战区领导在不到10天时间2度沟通，并且由线上来到线下，有观察指出，战区领导沟通的特殊性在于，这是直接管控一线海空部队行动的指挥员的直接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减少两军之间误会的发生，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知道，所有的大政方针必须要都落到实处，落到实处都是由这些执行部门来具体的来执行。从这意义上来讲， 我们的南部战区司令和太总部所讨论的，一定是两国的这种所谓的辖区相重叠范围内可能出现的这样具体的军事事务，尤其是在南海。由于前一阶段美国在这儿都闹了不少事情，从这些事态呢，现在我们如何把它消弭，如何把它控制住，保证不要出现这种我们称为擦枪走火，就是中美军事交往。 它呢，很多的地方呢，就是所谓的技术措施性的交流，这都是要部队具体执行的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比方说两军的舰船、舰机相遇了以后，大家不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类似于这样的技术措施，恐怕都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开资料，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区包括南海地区，辖区内的作战行动归南部战区负责，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的6个区域统一作战指挥部之一，也是美军覆盖地理范围最大的战区司令部。从南极到北极，从加州到印度洋，都是它的作战行动范围。可见双方的交集正好处于当前局势升温的南海地区，所以此次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大概率就是南海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美方作为域外国家的介入是主要因素。去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多个方向向中国挑衅，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多次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南海局势挂钩说事。在菲律宾多次挑衅活动中，附近常有美军舰机活动。此外，美军还经常在南海展开所谓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行动，实属火上浇油。今年5月才接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的帕帕罗也多次在相关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特别是在8月，帕帕罗声称美国舰艇可以护送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舰艇，这无疑将加大中美两军摩擦的概率。菲律宾在仙宾礁的坐滩失败后，菲方宣布没有计划撤除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低风陆基中导系统，这是冷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印太地区部署此类中程导弹，更是美国的中程导弹系统首次登上第一岛链。低风系统可配备射程450公里的标准6超音速导弹和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均覆盖我国南部沿海省份。更值得警惕的是，菲方还提出计划采购低风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菲律宾的采购意愿，外界表示怀疑。有分析认为，美国试图以采购低风系统作为在菲延长驻军的借口。对此，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14号警告称，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争议，更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前南海局势局部升温反复，其根源在于菲律宾一再侵权挑衅、冒险妄为，在于美国不断拱火浇油、挑动对抗。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谁在南海兴风作浪，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都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反制。最近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支持率继续走高，目前更胜特朗普一筹，但差距不大。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美国媒体提出两人再办一场电视辩论，哈里斯接受，但特朗普却以离投票日太近为由拒绝。特朗普还透露，若11月败选，4年后将不再竞选美国总统。如此的态度转变引发外界关注。If you're not successful this time, do you see yourself running again in 4 years? No, I don't. No, I don't. I think that will be it. I don't see that at all. I think that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特朗普的这番最新表态引发外界关注。事实上，这是他4天内第2次提及败选可能。在19号的一场活动上，特朗普提及，如果没有赢得这次选举，和犹太人有很大关系。此前，特朗普很少公开承认自己可能在大选中失利，他通常坚称只有存在舞弊才会发生这种情况。2020年，特朗普寻求连任失败后，不仅他本人拒绝承认败选，他的支持者还发动了国会山骚乱。目前，特朗普竞选团队对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尚未做出更多说明。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这一表态显示出他对这次总统选举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在59岁的哈里斯宣布接棒拜登参选后，特朗普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还有观察指，特朗普不打算在4年后再次出马，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届时特朗普将是82岁高龄，而他今年针对拜登参选时的主要攻击话术就是指责已经81岁的拜登过于年迈。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特朗普近期也在各项政策上与哈里斯展开激烈攻防，其中就包括枪支管理议题。21号，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I'm a gun owner. Tim Walz is a gun. I did not know that. If somebody breaks in my house, they're getting shot. Yes, I hear that. I hear that. Probably should not have said that. But my staff will deal with that later. But you have been a gun owner for a while. Yes, I have. Yeah. 哈里斯此前一直支持收紧枪支管制措施，包括禁止持有攻击性武器，对枪支购买者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不过，哈里斯强调，他也支持美国宪法第2修正案，该修正案保护拥有枪支的权利。与之相比，特朗普则赞成减少对持有武器和弹药的限制。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哈里斯似乎多次有意强调自己拥枪的事实。在与特朗普9月10号进行的辩论上，哈里斯也曾声称自己和副手沃尔兹都拥有枪支。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的枪支拥有率创下历史新高。对拥枪一向多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最新调查显示也有30%人家中拥有枪支。有分析指，哈里斯针对枪支的表态似乎是为了吸引更保守选民的支持。Here's my point, Oprah, is that I'm not trying to take everyone's guns away.
I believe in the Second Amendment. 哈里斯当地时间周三将发表有关美国经济愿景的演讲。据悉，哈里斯计划通过更详细的阐述经济议程，应对拜登任期内物价飙升的问题。特朗普一直批评他迟迟没有发布自己的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正是哈里斯接棒拜登以来选民对其最担心的部分。最新民调显示，目前特朗普的选情仍输哈里斯一筹，但差距不大。哈里斯以50%的总体支持率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但在5个摇摆州，两人之间的差距在1%以内。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日不足2个月，有美媒邀请哈里斯和特朗普于10月23号再办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哈里斯接受了邀请，并在社交媒体上向特朗普下战书，但特朗普拒绝，理由是为时已晚。10月23号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11月5号不足2周。本月20号起，明尼苏达州等地已率先开启提前现场投票，到10月中旬还将有10多个州陆续开启投票。